那我们今天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古早味布丁蛋糕，然后还有内馅。我们内馅一般人都会采用鲜奶油当内馅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卡士达酱。卡士达酱会内馅它吃起来比较没那么甜腻，而且热量也没那么高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操作。那我们材料有鸡蛋、低筋面粉、牛奶、沙拉油、砂糖、玉米粉，还有泡打粉以及盐。那我们还有一些香草精。好，外面大家都会使用香草粉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那种香草精，它是香草的成分会比较高的。那首先我们把我们的鸡蛋先放进我们的搅拌缸里面。老师，这个鸡蛋是要常温还是冷藏的？冷藏的鸡蛋它会比较好打发。如果说你在家第一次操作的话，那我会建议你把鸡蛋先冰过，冰个晚上之后，它在打的过程成功率会比较高。然后再来，我们的盐巴跟糖可以放在一起，然后香草精直接进去蛋液里面。我们家里如果有搅拌缸的话，我们就是用这种球状的搅拌缸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把这个蛋打发哈，要打发到什么程度了？我们要打发到中性发泡。一般打蛋糕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蛋白、蛋黄分开。那我们做这个古早味布丁蛋糕，我们是不需要把它分开的，是直接全蛋去打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先用高速下去打，打到什么程度？打到有一点泡泡出来，蛋已经有点变白色的时候，我们糖分3次下。第一次下糖之后，让它糖有点融化以后，我们再下第2次。它慢慢泡泡已经出来了。那因为全蛋在做打发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困难。好，我们一般外面蛋糕店业界我们在做，我们都会喜欢做戚风蛋糕式的。那它会把蛋白、蛋黄分开，先把蛋白打发以后，再加入蛋黄跟面粉。那我们就直接全蛋下去打，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。可是老师，这2种不一样的打法，对这个蛋糕的口感来讲，它的那个细致度呢，有没有差？我们的一般你外面吃到的生日蛋糕、戚风蛋糕，它的水分会含量比较高，而且它是属于比较绵的。那我们这一种古早味蛋糕，它吃起来会比较 Q， 它比较有弹性。是哦。对。那它的鸡蛋的香味也会比较重。一开始用高速下去打的时候，泡泡打起来它会比较粗。那等一下我们等它发了之后，我们把它转成低速，再给它让它打1分钟，它泡泡会变得比较细致。那烤起来的蛋糕，它组织会比较细，好，比较绵密的口感。绵密的口感吃起来的话，尤其是老人家、小朋友在吃，会比较好入喉。好。我们现在打到它已经发泡了，然后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差不多可以在上面写一个8了。所以说我们因为目前它快速打下来的泡泡是颗粒比较粗，那我们从最快的速度转到最慢，让它再打个1分钟，停下来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拿起来的时候，它滴下去的时候，它形状不会马上消失。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先把我们的沙拉油跟牛奶先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我们的低筋面粉、玉米粉，好，粉类都可以一起过筛。对。然后泡打粉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在搅拌蛋糕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像机器这样在搅拌。像机器这样搅拌，我们除了会消泡以外，面粉也会出筋性。它出了筋性以后，那个
整个蛋糕体吃起来就会变成像花桂那种口感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搅拌。好，搅拌到看不到粉状就可以了，前后这样搅拌。因为我们这个蛋糕体就是那个鸡蛋哦，不管是蛋白或者是蛋黄，我们都已经打的那个有，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的气体把它撑起来嘛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就是很粗鲁的去搅拌它。对。然后牛奶跟我们的沙拉油下去以后，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了。只要看不到粉粒，所有的东西都密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可以填充到我们的这个杯子里面。那填充的时候，填充大概7分满就好了。我们不要让它太满，太满的话，它等一下烤的时候，它会整个流出来。好，大家记得我们在一般烤这个蛋糕的时候，尤其像这种不管是海绵蛋糕体啦、戚风蛋糕体啊，通常因为我们里面有加泡打粉嘛，它会膨胀，所以你要稍微呢，就是说，有一点这个空间，让它待会儿在烤的时候呢，它会长高。那你如果说装得很满，它等一下可能整个呢还没有烤成型，就整个都溢出来了哈。好，现在呢，老师。要不要敲一下？这样我们稍微敲一下就好，然后可能有几个会比较不扎实的，我们就稍微敲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可以送入烤箱了，上火190，下火180度，放进去烤20分钟左右。那我们10分钟以后再来掉头再烤10分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对了，因为杯子蛋糕它本身这个蛋糕体很小嘛，所以时间不用太多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准备煮卡士达酱。对，那我们用隔水加热法，那先烧一锅热水，那我们把牛奶、糖、玉米粉，然后低筋面粉，然后少许的盐。老师，这时候低筋面粉跟刚刚的那个粉不需要。不用过筛，不用过筛，因为我们是利用牛奶下去把它溶解，打散。哦，了解。然后还有鸡蛋，2颗蛋左右，因为我们要口感吃起来像布丁一样。蛮特别的哈。对。难怪要隔水，如果没有隔水，有2颗蛋进去的话，很怕变成蛋花汤哈。很容易烧焦。因为我们里面有糖。OK。好，我们把所有的粉类跟蛋都打均匀了。如果你想要再细致一点口感，可以给它过筛。那因为我们是呈现一个卡士达的那种酱的关系，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再过筛了，直接隔水。所以这个就是要煮到一个粘稠度嘛，因为我们是要做像夹酱里面的。好，那我们煮到它已经糊化，整个糊化了。那就可以拿起来，加入奶油。这个时候才把奶油加进来。对。老师，这个卡士达酱这样煮好之后，我们能不能说因为今天煮很多啊？那我等冷了之后把它冰起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们可以是煮1锅起来，那放冷藏的话，用耐热袋包好，大概可以放1个礼拜的时间。但是这种毕竟是乳制品，我们尽量就是早一点吃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冷了之后就放冰箱冷却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现场已经闻到了非常香的味道了哈。我们今天蛋糕烤好了，那烤好的时候蛮烫的，要小心，稍微轻轻的敲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可以摆在旁边，等下凉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来填充它的馅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布丁蛋糕冷却了，那我们要把它填馅。那我们卡士达馅也冷了，那我们稍微搅拌一下，装进挤花袋。
装进挤花袋的时候，我们的花嘴用的是尖的那种花嘴，那我们直接从里面吃一个洞，然后挤进去。哦，所以就是要戳进去，要戳到底吗？不用戳到底，我们只要看它稍微有一点膨起来，里面就有卡姿达线了。我们本来是凹进去的，那我们插下去之后，挤进去的时候，蛋糕会稍微胀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因为我们这个蛋糕体它本身还是会有一些孔洞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些孔洞就是我们填满这个卡姿达酱的。对，那我们填完卡姿达酱之后，那我们可以在上面撒一些防潮糖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视觉效果呢就会不太一样了哈。对，因为这个有加了卡姿达酱，所以吃起来呢就是里面吃进去会有另外一种口感啦，牛奶的香味。是，那非常感谢哦，老师真的很忙，非常的忙哦。那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。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哈，那我们希望呢，可以再做出更好的节目来回馈给这个观众朋友。我们谢谢简老师，谢谢全球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。